经过1年多的周折，美国近期终于批准了日本关于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的申请，而且一下子就是400枚。好家伙，这下未来几十年，日本是不用担心自家的军舰没有导弹用了。接下来呢，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吧。就在本月17号，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向日本出售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合同总价值约为23.5亿美元。该交易呢，将使日本获得200枚 Block 4型和200枚 Block 5型战斧导弹及其相关设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Block 4型战斧导弹相较于以往的型号进行了大幅度升级改进，因此呢 Block 4型有着更卓越的远程打击能力，可以灵活应对各种目标，安装的精确制导系统和高爆弹头确保了该导弹打击目标的准确性和破坏力。而高达1600公里的射程更是能轻松覆盖日本周边的广大海域和陆地区域，具备打击敌方战略要地的能力。此外呢 Block 4型还具备双向卫星数据链技术，能实现与作战指挥系统的无线连接，以此实现了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航向、切换目标的能力，极大增强了 Block 4型的灵活性和应对能力。需要注意的是 Block 4型配备的多模式导引头还让其具备了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对于海上航母等敌方战舰有着很大的威慑力。至于 Block 5型战斧导弹呢，则是在4型的基础上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有着更好的精确打击能力。而根据美军的计划，未来还会推出海上打击战斧，能在海上击中移动目标，以及配备联合多效能弹头系统的 Block 5B 型号，用于打击多种陆上目标。届时，美军立下所有的 Block 5型战斧都将升级为第5批次。不过大兵又想到了此前日本曾宣称升级自家的12式反舰导弹，那么现在为何又急于采购战斧呢？关于这个问题此前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正在扩大陆上自卫队部署的国产12式导弹的射程，计划从200公里提升到1200公里。但问题是根据计划，经过一系列升级的12式导弹至少要到2026年才能准备就绪，无法应对现今的威胁。于是日本防卫省便开始考虑从陆地、海上和空中部署战斧巡航导弹，并考虑将自家的潜艇作为发射平台。与之相比，考虑到不同平台衍生型号的研制难度，也就意味着国产12式反舰导弹想要具备与战斧的同等性能，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此外，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日本考虑引进战斧，应该还与2020年日本取消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有关。当时的美国媒体曾提出，日本原先的立场呢是用弹道导弹防御拦截系统，以此应对来自朝鲜的弹道导弹威胁。但后来呢，日本却改变了计划，有意放弃单纯的防御战略，转而寻求某种进攻能力，用于反击并摧毁敌方的导弹发射基地。时任首相的岸田文雄也曾表示，我们将审查所有可能的方式，包括所谓的对敌人基地打击能力。由此可见，采购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经过多方面考虑的结果了。那么在战斧到来之后呢，又能为日本带来哪些改变呢？首先，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立下有着多种主力舰艇，包括金刚级、爱宕级以及摩耶级共8艘宙斯盾驱逐舰，而且呢还有高波级、朝日级等通用驱逐舰。这些舰艇共同的特点呢，就是都搭载有美制的 MK41垂发系统，因此只需要对这些舰艇进行一些小幅度的改装，就能装载并且发射战斧导弹，进而获得远程对陆、对海打击能力。不仅如此，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呢也能搭载战斧，而且有着更强的隐蔽性。还有就是预计在2027财年进入日本海自服役的 AESV 驱逐舰，基于其高达2万吨的排水量，使其配备了更先进的反导雷达和近200个 MK41垂直发射单元，同样呢也能搭载战斧导弹，使其成为了一款强大的武库舰。此外呢，除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之外，近几年呢，美国还计划在日本部署其他进攻性武器，比如陆基型战斧和射程超过2700公里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去年，美陆军曾公布了机动中程导弹项目的更名，计划在2023年之前将陆基战斧和标准6导弹的发射装置集成到半挂卡车上，
以便在日本冲绳群岛和关岛进行实验性部署。而该发射系统实际上是洛马公司的 Mk70 Mod 1远征发射系统，算是 Mk41海基版垂发的陆基版本。另外呢，便是射程达到2700公里的 LRHW 暗音高超音速导弹。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导弹长度约为 10.5 米，直径0.87米，重约7.4吨。与海军的 CPS 一样，这款导弹的战斗部同样是约重544公斤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体，有着强大的破坏能力。如果以上2款导弹未来真的能部署日本，将极大强化日本对海上的打击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在战俘采购通过的同时，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首批的最后一艘也完成了下水仪式。就在11月14号，日本第8艘最上级护卫舰在本州岛南部冈山县玉野市举行了下水仪式。该级舰呢，若按照日本一贯的命名，就是平成30年度多功能护卫舰，其中30表示的是平成30年通过预算 ，FF 则是代表了护卫舰，最后的 M 是多用途的英语的首字母。该级舰呢，不仅是日本第一个采用 FFM 多用途护卫舰的这个舰种名称，同时呢，也是日本首次建造的看重隐身外形的护卫舰，亦是日本近些年来采购量最大的护卫舰，算是第2批次，足足有12艘。而根据日本所公布的资料显示，最上级护卫舰整体舰长133米，舰宽16.3米，吃水深为4.7米，标准排水量为3900吨，满载排水量为5500吨，标准船员数量为90人，有着极高的自动化程度。在舰体外形方面，应用了隐身外形设计，舰体使用了大量的隐身涂料和隐身设计，舰体轮廓线比较简单，以此避免尖锐棱角或者较复杂的造型，并最大程度减少了形成强烈的雷达波全反射角。相较于如今日本其他的舰船，最上级个性特征非常明显。或许是对于最上级的看重，该级舰的武器配置上非常豪华，安装有2组8单元 Mk41垂发装置，能发射8组32枚 ESSM 改进型海麻雀和8枚07式垂发反潜导弹。不过也曾有消息称安装可能是舰射版的03式 SAM 中程地空导弹。此外呢，在舰中部还配置有2座4连装17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该型导弹是舰载版的12式岸舰导弹，全长为5米，弹体直径约0.35米，弹重呢是700公斤，应用了正常式气动布局，有着较好的命中精度和抗干扰能力，极限射程可达200公里。此外呢，最上级舰体后部还安装有1座11连装的海拉姆近防导弹发射装置，并在舰体两侧设有2座12.7毫米遥控武器站，舰体内部还有2座3连装鱼雷发射装置。总体看下来的话，武器系统非常强悍。不过相较于武器配置，最上级的反潜配置更为强大。除了上述舰体侧面的轻型鱼雷和垂发07式垂发导弹，在其直升机起降平台下方还有一个大型坞舱，尾部呢安装了2个大型释放口，能释放水下机器人和无人水面艇。配合安装的 JOQQ-25 主被动声纳系统，能执行反潜扫雷作业，在对抗新一代安静潜艇时，作用距离更远，更加有效。此外，最上级的舰体下还配置有 JOQQ-11反水雷声纳，能用于反水雷作战。其坞舱呢可以装载32枚91式水雷，另有 OZZ-5 无人驾驶潜航器，可以使用高频与低频声纳的组合来识别和检测水雷。无人水面船呢还配置了灭雷武器来摧毁水雷，并且拥有自航式反水雷弹药。在其舰尾直升机库呢还能搭载一架 SH-60JK 反潜直升机，拥有多种多样的打击和探测手段。而该级舰的动力系统呢则是应用了 CODAG 柴燃联合动力模式，使其极限航速能达到30节以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上级最为优异的一点呢，则是它的一体化综合射频桅杆设计，整体呢呈金字塔形，上面配置有 OPY-2 多功能相控阵雷达，桅杆呢还集成有数据链天线、通讯天线以及光电搜索设备等。
在舰体中部呢，还有多个倾斜的边状天线，传感器获得的所有信息都会传入舰内特殊的情报指挥 CIC， 并且安装有面向墙壁排列的14个多功能控制台，中部则有4个以上的多功能控制台和2个大型触屏海图战术桌。其舰体采用的是360度视频墙，并且使用了增强现实技术，可以直接显示最上级的周围环境，可以说是科幻感十足了。而且该级护卫舰的单艘造价呢，则为4.67亿美元，相较于7亿美元的秋月级和15亿美元的爱宕级驱逐舰都要便宜了。而且根据日本的计划，首批服役的8艘最上级将来将替代现今的隼级导弹艇和6艘阿武卫级护卫舰，以此承担日本近海的防卫任务，包括护航、巡逻、反潜等工作。此外，还能兼顾日本海军的远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呢当时之所以建造最上级护卫舰，原因在于该级舰服役之前呢，日本海自的主力舰队中，无论是88舰队还是后来的90舰队，其实呢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护卫舰，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驱逐舰为主。只不过随着2010年之后，各国海军的井喷式发展，日本海自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老一代通用型驱逐舰开始出现性能滞后、逐步退役等问题。因此呢，为了加强海上作战力量，同时节约成本，日本便开始了最上级护卫舰的研制工作。对该级舰的定位呢也非常明确，就是兼顾日常巡逻和通用型驱逐舰的角色，以此成为未来日本海自的主力舰艇之一。而目前随着第一批次8艘最上级护卫舰建造完成，未来几年内呢，日本将开始第2批次的建造。基于最上级设计，新型 FFM 护卫舰将拥有更大的标准排水量，达到4880吨，满载排水量呢则是6200吨。同时与第一批次相比，第2批次的长度也会有所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根据现今日本的计划，新型的 FFM 护卫舰将更加注重防空作用，并将其命名为 FFM-AAW， 意思是呢多功能护卫舰反空战。这些护卫舰将采用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而不是第一批次的16单元。届时将发射经过改进后的12式反舰导弹以及日本的新型舰对空导弹，以此增强对海打击能力。此外，除了支持一架 SH-60L 直升机外呢，第2批次还将能发射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作为飞行传感器，进而扩大舰艇的情报和监视收集能力。同时桅杆也会重新设计，包括升级它的传感器。目前呢，就进度而言，三菱重工预计将在2027年开始建造第2批次的 FFM， 并在2036年完成所有12艘舰艇的建造。而根据现有数据，第2批次的最终成本将高于第1批次。总结来说，不论是战斧巡航导弹还是最上级护卫舰，都是日本为了提升自家舰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也是日本近几年从战略防御逐渐转为战略进攻的表现了。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